在美国 Quora 上，有国外网友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不使用核武器的前提下，能不能打败中国？底下的回答五花八门，但基本没什么专业性。其实各国军方与战略研究机构在系统的战争推演中，对这个问题几乎不存在分歧，答案是高度一致的，并且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比很多人想象的更绝对，那就是在不使用核武器的前提下，没有任何国家具备现行的可行性的战胜中国的条件。注意，这不是我的情绪判断，也不是民族自嗨，而是把战争当成了一门系统工程之后得出的冷结论。基于中国不会打侵略战争这个理念，那么假设中国可能面临的是一场大规模的外敌入侵战争，或者美国带领整个北约来进攻中国，过程和结果会怎么样呢？大家好，我是微笑。今天我们不讲具体的战术打法，只谈战争的底层结构和算账逻辑。首先把一个关键概念讲清楚，没有任何国家或者任何势力能够以闪电战的方式击败当今的中国。这一点是所有敌人最先碰壁，也是最先被他们自己否定的前提。原因很简单，中国不是那种被打中某个要害就会立刻倒下的国家。很多国家之所以被很快击败，是因为他们有着非常明显的中枢，几个关键基地，几条重要生命线，一小撮要命的核心工业区。这些关键节点一旦被攻破，整个国家的运转体系便会立刻陷入瘫痪。就像中东某些小国那样，全国上下就那么一两座发电站和变电枢纽，只要把这些核心设施给敲掉，直接带来的后果就是通讯中断，供水停摆，政府和军队的指挥体系也都会在一瞬间彻底失灵，战争的胜负也就基本见分晓了。但中国完全不是这种结构，中国是一个体量巨大、纵深极深的大陆型工业国家。真正支撑着中国运转的工业体系，并不是集中在沿海的几座城市，而是大范围的分布在内陆各省。公路、铁路、电网、能源通道都是条条并行，可以互相替代的。物流、供电、原材料供应本身就按照分散加冗余来布局。说得再直白一点，敌人找不到那种炸掉一两处就能瘫痪全中国的地方，这就直接带来了一个后果，你没法像对付中小国家那样，靠几次大规模空袭，几轮精准打击就把战争打结束。你能摧毁的最多是中国的一小部分能力，而无法让这个国家失去继续与你作战的能力。一旦战争无法在短时间内结束，事情的本质就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它不再是几天或几周内就能决出胜负的战争，而是不可避免地进入了第二个阶段，长期的对抗，持续的消耗。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中国真正的优势才开始一层一层地显现出来。我不止一次地说过，像中国这种规模的工业国，唯有战争才是展示它工业能力的最好舞台。因为中国不是靠着某一两件武器站起来的国家，而是一个一旦进入战争状态，整体结构会被全面激活的工业型巨兽。先说最根本的一点，现代战争本质上并不是比勇气，并非比拼单次攻击的威力，而是较量持续制造战争的能力。说白了就是4个问题：你还能不能造，能不能补，你有没有本事一直打下去。大家听清楚，在这4个问题上，中国是目前全球唯一一个答案全部填是的国家。中国真正让对手感到绝望的关键，并不在于我们目前拥有多少现成的武器，而在于一旦战争打响，中国能够将整个国家体系转变为一台源源不断生产战争实力的超级机器。这正是工业强国与非工业国之间最根本的差异所在。不少国家的军事力量属于库存消耗型，武器造好或者买来之后就先存起来，等战争开打就开始消耗，库存耗尽了，仗也就打完了，产能跟不上。大家要明白一件事，工业强国在战争中最可怕的，不是它第一天有多猛，而是在第100分天、第300分天、第1000天，它还是站得住、扛得住，不但不衰弱，反而更强。中国具备的正是完整到了恐怖的战争工业链条，钢铁、有色金属、稀土、化工原料全部能够自给自足，还有电力系统，全球最大也最稳定，工业母机体系非常完整，无人机、导弹、车辆、舰船、弹药，所有这些打仗用的东西全部都可以大规模量产，并且民用工业和军工还能高度转换。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不使用核武器的前提下，任何损失对于中国来说都是可以轻松补偿的，而这一切对于我们的敌人来说往往是不可逆的。这就是为什么常规战争里中国是一个越打越难缠、越打越沉、越打越占便宜的对手。
你摧毁中国一个单位的战力，中国的后方可以凭借强大的工业实力，迅速补充 1.5到2个单位的战斗力，而你自己这边，每一次的损失都是在给财政、民意、政治体系直接放血。还有一个很多人没注意到，但在战争中极其要命的因素是时间站在中国这一边，而不是进攻方那一边。在常规战争中，时间从来就不是中立的，它不会对双方都一视同仁的惩罚，而是会优先压垮承受能力更弱的那一方。先来看看中国的情况，从抗美援朝到后来的几次自卫反击战，中国全社会对于战争的基本态度始终是高度统一的。战争这件事一旦被民众认定是必要的国家行为，中国社会就会自动进入长期承受、长期对抗的心理状态。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轻视牺牲，而是中国人对于战争有着清醒的认知，那就是打仗本来就不是几天就能结束的事，能拖、能扛、能忍，这是中国社会在历史中反复验证过的现实能力。在对比美国，这方面的差异就非常明显了。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几乎每一场对外战争都会在国内引发反战示威。越战不用多说，随着伤亡数字的上升，全美爆发了持续多年的大规模反战运动。美国老百姓觉得，又不是保家卫国的战争，为何政府总让自家的孩子远赴异国他乡去牺牲呢？于是大学停课，民众上街，媒体转向，最终从根本上动摇了战争的政治根基。而冷战结束之后，类似的情况依然存在。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美国国内就已经爆发了反战游行。2001北阿富汗战争刚打响不久，反对战争的声音便逐渐显现出来。2003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后，更是出现了冷战以来全球规模最大的反战游行，美国本土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人走上街头。随后多年，随着伤亡增加和战争久拖不决，老百姓的反战情绪持续发酵，最终迫使美国不得不寻找所谓的体面方式溜之大吉。一个非常现实的规律是，对于美国来说，战场的伤亡很容易直接转化为国内的政治危机，哪怕每天只是零星伤亡，时间一长，民意、媒体、国会、选举都会把战争一点点拖进死角。所以你会看到一个非常现实的结论，时间不会拖垮中国，而是会拖垮进攻者自己。那为什么每次聊到最后，总有人非得把核武器拿出来聊呢？说白了，这就是因为常规打法这条路已经走进了死胡同。正常打拼的是谁更能熬，谁更能扛，谁的家底更厚。可一算账就发现，这么熬下去，谁也熬不过中国。没办法，或许有的人觉得只能掀桌子了，直接把核武器摆上来。老百姓里有这种想法的人非常多。核武器干的事其实也很直白，不是比谁更能耗了，而是改成比谁更敢玩命，比谁敢把整个世界一起拖下水。但问题是，一旦走到这一步，仗就已经不是打赢和打输的事了，而是大家一起跳进末日。所以不是他们不想干死中国，而是真正认真推演过战争的国家，往往计划到一半就自己刹车了，因为第一天他就打不过，以后的每一天更打不过。所以说到最后，把所有的账都算完，把所有的推演都跑完，得出的结论其实只有一句话：战争从来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而是制造问题的开始。我今天花了几分钟的篇幅去拆解战争的底层结构，去分析工业能力、持久消耗、民意承压这些冷冰冰的变量，并不是为了鼓吹中国有多强、有多能打，而是想说清楚一件事：真正读懂战争的人，往往是最不想打仗的人。一场战争，哪怕最终赢了，赢的是什么？是废墟上插着的一面旗帜，是统计报告里的一串数字，是若干年后历史书上的一段记载。但输掉的是什么？是几十万、几百万个本可以继续活下去的生命，是无数个家庭再也等不回来的人，是一代人本该拥有却永远缺失的童年、青春和暮年。这些东西没有任何胜利可以偿还，也没有任何补偿可以填平。人这一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也就短短几十年。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年代，放在整个人类文明的时间轴上，少得令人心惊。翻遍史书，几乎找不到哪个完整的世纪是干净的，没有战火，没有流离，没有恶。我们今天觉得理所当然的一切，早上睁开眼睛不用担心炮声，孩子能背着书包上学，父母能安安静静的老去，街上的人能讨价还价的过日子，这些在历史上其实都是奢侈品，而不是标配。正因为如此，生活在一个和平稳定的国家，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巨大的幸运，
是几代人用无数代价换来的结果，不是凭空掉下来的。我们这代人所享有的和平，背后站着的是无数在战争年代里没能活下来的人，他们没有选择，我们有。所以，强大从来不是为了炫耀，不是为了威慑别人而存在的把柄，而是为了让这种和平能够延续下去，让那些本不该发生的战争永远停留在推演的沙盘上，而不是真实的土地上。最好的国防是让敌人在开战之前就已经放弃，最好的胜利是那场从未打响的战争。我们不轻易言战，不是因为怕，而是因为真正懂得战争代价的人才最清楚和平年代值多少钱。珍惜当下这来之不易的平静岁月，认真过好自己这短短几十年，本身就是对历史上那些没能等到和平的人最好的告慰。我是微笑，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